至于我为什么一直停留在这里，这是天机，并非有什么东西将我封印。这世间还找不出什么能够封印我的东西。玄阴不破，亡灵不灭。既然这个问题你不愿意回答，那我就问下一个。这鬼域5间之中，幽灵间在海上，生死间在地下，那么剩下这3界有何神秘之地？而传说中鬼域3大绝地之一的化魂池又在什么地方？你的问题还真是不少，就如你身上所怀的法诀一样，至少在5种以上。不过无论如何，你也是注定无法离开这里的。现在我就回答你的问题，等会儿让你死得心服口服。鬼域3间中，黑河间的锁魂井，阴石间的封王台，以及无魂间的血池，都是十分神秘的地方。至于你问的化魂池，却不在这3座鬼王城之中，而是在3间交汇的修罗林中。是不是觉得自己隐藏的已经够好了，不料还是被我看出来了？我若连这点本事都没有，还能夸口说大话吗？现在还有没有什么要问的？没有的话，我们就开始那有趣的游戏吧。你这人很奇怪，身上同时修炼数种法诀，玩起来一定好玩极了。你这么厉害，不知道遇上那血煞阎罗究竟会怎么样？恐怕到那时候你便笑不出来了吧？你说煞血阎罗复活了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哼，怎么，是不是怕他？你怎么这么惊讶？这是刚才发生的事，还不到1天，就在黑河间之内。哼，我想你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吧？哼，我会怕他？他虽然厉害，但却被封在阎王令中，而我却没有谁可以封印，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他与我相比还差甚远。另外，我与他不同的地方就是，他的魂魄虽然不灭，但身体却无法不灭，而我的身体魂魄永生不灭。这世上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毁灭我。是吗？那我还真想试一下。怎么，很惊讶吗？趁机偷袭，心机不弱呀。可惜在我面前，任你拿出什么手段，也是伤不了我分毫。不愧是亡灵尊主，你不说要玩吗？怎么玩？说来听一听。这个游戏自然是最真实、最残酷、最好玩了。现在我们就来玩一组猫捉老鼠的游戏，怎么样？有兴趣的话，我们待会儿再玩铁血厮杀。很简单的，你只要尽力逃避我的攻击，或者主动进攻我就行了。当然，谁能坚持到最后，谁就是赢家。好，我们就来赌一赌，谁才是最后的赢家。想不到你的身体竟然可以随意变化，究竟你的本体到底是什么？我本无我，何来幻灭？你的速度不错，感觉也十分敏锐，竟然闪开了我的所有攻击。有意思，我们继续吧。自出道以来，你是我遇到最强的一个敌人。既然今天要定胜负、分生死，我便与你全力一战，借我心禅不灭绝一试。这么多年来，虽然你是来到我这里的唯一之人，
但我也不得不夸奖你一句，你的修为的确很强。以你的修为，在人间界应该有不小的威名。可是有一点我要告诉你，即使你的修为再强，凭你刚才所施展的那种法诀，你今天是绝对无法活着离开的。这里是生死间，诡异绝地，仙佛神魔，来者不离。哼，是吗？仙佛神魔虽是无法离开，但我陆云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。现在该你接招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你刚才……我本无我，何来幻灭？这一点你怎么忘记了？我刚才不是说过吗？我是永生不灭的。不管身体还是魂魄，你刚才的那一剑的确很霸道，将我的身体毁了。可惜呀，我有不灭之体。你就算毁掉我的身体1000次，我一样是不会毁灭的。现在我们还是继续游戏吧，我越来越想看看你身上究竟隐藏着多少秘密。可恶，你这个杀不死的鬼东西！你一连2次毁掉我的身体与魂魄，使得我元气大损。这一次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就准备尝试我这亡灵化魂诀的厉害吧。这种法诀只要被罩在其中，即使神仙也一样会被灭掉，任何反击都是没用的。这一次我看你怎么活命。小子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身上有这古怪的鬼王战甲？真正的鬼王战甲上面是不会有这2个阴阳八卦的，为什么你的会有？你这剑中为什么会有那牵引血脉？还有，你这古怪的镜子是什么玩意儿？为什么它上面有一股十分可怕的气息？亡灵尊主，你不是喜欢玩游戏吗？现在我们就来玩这最后一局。破这身上战甲，乃是当日在锁魂井中发生异变才变成这样。这神剑中的牵引血脉，自然也是在那里收服的。小子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身上有这古怪的鬼王战甲？真正的鬼王战甲上面是不会有这2个阴阳八卦的，为什么你的会有？你这剑中为什么会有那牵引血脉？还有，你这古怪的镜子是什么玩意儿？为什么它上面有一股十分可怕的气息？亡灵尊主，你不是喜欢玩游戏吗？现在我们就来玩这最后一局。破这身上战甲，乃是当日在锁魂井中发生异变才变成这样。这神剑中的牵引血脉，自然也是在那里收服的。我要永远盘踞在你的身体里，让你永远受到我的控制，受到我的折磨，永远无法摆脱。
不会让你得逞。我一定要整死你！你等着瞧吧，等着瞧！现在我就发动你心中的邪恶之念，让你陷入魔道。那时候，你回到人间，就会成为所有人的敌人。到时候你就会失去一切。陆云，你这一生完了！不要动他！方灵尊主，一切都结束了，最终你还是败在了我的手中。这次，你永远无法翻身，永世不得轮回。游戏结束了。可恶啊！早知道这样，当初我就不理会你这邪恶的家伙，也免得落到如此地步。我好恨呐！我不甘心，我是永远不会死的，为什么偏偏遇上你呢？如果不是先前的黑色的玉符，我也不会死的。想不到，我最终还是死在了残玉断魂符上。我恨呐！此时悔恨已然晚了，现在，让我来结束这一切吧。陆云，就算你这一次杀掉我，我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我虽死，但我魂魄所化的血域魔莲，永远留在你的体内，永远跟着你。只要你变得愤怒，你身体内隐藏的血煞之气就爆发，到时候你的天灵盖上就会出现我一生的诅咒——血域魔莲。这魔莲会慢慢让你变成恶魔，最后变成一个大魔头。你这一生永远也摆脱不了，因为这是我一生的诅咒，鬼域最邪恶的亡灵诅咒。我虽死犹生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我离开之后，那鬼帅对你们发动了围攻吗？大家没什么事吧？你回来了就好，我们暂时都还没有事儿。现在人都聚齐了，我们也可以突围，马上离开这里了。也好，马上离开这里，前往修罗里。我去跟大家打个招呼，咱们马上走。你回来了，还好吗？我没事，现在咱们马上要离开这里，赶往修罗里。这次，咱们上了阴尸鬼王的当，被他利用了。此次我们来这儿，是上了阴尸鬼王的当，变成了他屠杀武魂剑的工具。受伤之人，暂时交由云峰与风师兄带着。阴尸鬼王，你好可恶！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，我要让你碎尸万段，以报家豪之仇。现在咱们聚在一起，有些事我们最好商量一下。此次我们来这儿的目的，大家都明白，并非是来比输赢的。所以，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，我觉得大家应该齐心协力，同舟共济。这次来此，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，敌人的强大不是我们可以硬拼的。现在，咱们大家既然相聚，那么是不是可以合二为一，一起完成这个任务呢？柳兄觉得陆云之话如何？现在这时候，我们势单力孤，在强敌环绕的情况下，十分危险。不知道你们是否愿意合在一起，
共同应付眼前的劫难呢？这事情合则有利，这一点大家心里都有数。但合并之后，由谁做主呢？这一点要看彼此的诚意如何。现在这时候，我们最好不要在这里勾心斗角，不然对大家都没有好处。我们这边现在是陆云做主，你要愿意，合并后仍然由他做主；你若不愿意，我们也不勉强。在此关键时刻，我们也不想争论这个问题。反正不管是谁做主，都是为了完成任务。既然这样，看在人间界安危大事上，我们就答应联盟。现在，你们说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吧？这样吧，咱们现在先休息一下，我们还有时间。趁着这个时候，我有几件事要告诉大家，大家听后有什么建议都可以提出。第一呢，就是关于这鬼域的事情，我刚刚才知道，这鬼域其实有5件，除了黑河剑、阴尸剑、无魂剑之外，还有2件。这2件便是鬼域的幽灵剑与鬼域的生死剑。哎，陆源，你快说一说，这剩下的2间是怎样的地方？为什么我们一直都没有听说过呢？这幽灵界我从来没有去过，据说在鬼海的幽灵岛上，那幽灵岛可是鬼域的3大绝地之一，与幻魂之并排齐名。至于鬼域的生死界，就在无魂间那邪恶的血池地部。这无尘师兄进入了生魂界，而我进入了死魂界，这一点相信无尘师兄必然会有了解。这一点的确不假，我是进入了那生魂间，在那里面凶险无比，处处危机，我费了很多精力，经历不少凶险，才通过生魂间回到地面。可惜什么也没有发现，白忙了一场。不知道陆云可有什么发现？想必定是大有收获吧。是啊，死魂界号称鬼域最为邪恶的地方，这其中的确隐藏着一些秘密。我在那里遇上一只厉害的鬼物，从他口中也讨出了不少事。除了我刚才说那些事之外，我还查出了化魂池的下落。陆云，你既然查出那化魂池下落，就告诉大家吧。等会儿我们也可以商议一下，怎么进入化魂池，取回那封魂符。就我的消息，这化魂池并不在鬼域3城之中，而是在鬼域3间的交汇之处。据说那里名为修罗岭。现在我们大约还剩下8天时间，也算来得及。这次咱们为了万众起见，事先必须要详细部署，先掌握那里的情况，然后再选择时机下手。这次我们务必要一举成功，不然到时候如果鬼域大军联合防御，我们几个肯定是寡不敌众。陆云所言不错，这几次我们都是太冲动，往往陷入被动与危险中，最后被逼逃离。此次进入那修罗陵，务必要一举成功，不然敌人防御加强，以我们这点实力就显得单薄了。此事关系重要，所以希望大家通力合作，不要有什么争功的心理，以免打草惊蛇，最终弄得功败垂成，那样就成了人间的罪人了。这一点我们自然明白，不需要紫阳道友提醒。现在既然已经知道化魂池的下落，我们还是商议一下该怎么行动吧。这样吧，大家抓紧时间调息，我帮碧天疗伤，看看有没有效果。如果碧天不能行动，将对他们后续的行动产生极大的影响，所以在行动之前必须要处理好2人的伤势。陆云，这事情还是交给我与远迎来办，你还要指挥我们，不宜消耗过多的真元。3位师妹这一路而来，不知道路上可遇上什么危险。这段时间你们都经过一些什么地方？现在无事不妨说一说，彼此也好对这鬼域多一些了解。也没有遇上什么，至少现在都还算平安。其实这一次
我们也遇上了不少凶险之事，可最后都化险为夷，所以算来也是有惊无险。剑师兄，你们呢？这一次又遇上些什么危险？是不是十分精彩啊？不知道刚才是哪位帮我疗伤，碧天真是感激不尽。好了，这么快？哎呦，陆云可真是有办法，先前我可是费了不少劲儿都无法救醒你，想不到他这么快就把你们俩人救活了。哎呀，厉害呀！谢谢你，陆云，这份恩情我们记下了，将来定会还你。我们一起来，就要一起回去，大家都是师兄弟，不用放在心上。现在虽然你们的身体恢复了一些，但仍旧十分虚弱，得好好休息。好了，这些就不多说了，我们还是大事要紧，听一下他们探听回来的消息吧。陆云说的消息十分准确，我们的确在修罗林中发现了化魂池，在那化魂池外，我们还发现了几个厉害的鬼域高手，还有一个全身充满妖气的绿色人影守在那里。此外，那修罗林十分古怪，从天上看下去仅仅1里方圆，可进入里面之后，走了很久都到不了化魂池边，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。除此之外，那修罗林无法从半空进入，它的四周有一层十分神秘的无形结界，将外界隔绝。林中许多古怪的鬼影不时闪烁，可仔细一找却什么都没有。那化魂池很神秘，它的四周有一个十分邪异的图案，看上去就像无数的花纹蔓延在池边四周，形成的一个古怪阵法。你们是在距离那化魂池多远的地方观察到的？有没有惊动那些鬼域高手呢？那化魂池有多大？是什么颜色的呀？当时我距离那化魂池有10丈距离，应该没有惊动那些鬼物。那化魂池不大，仅仅3丈左右，离地1丈的高空有一团3尺大小、不时跳跃的黑色气团，看上去神秘诡异。化魂池边上一共有几个高手守卫？以我们现在的实力，有没有机会强行突破？在那化魂池边一共有7个高手，除了1个是妖域的妖物之外，其余6个都是鬼域的高手。这6个鬼物中，最弱的实力都在鬼魅之上，而最强的其实力恐怕不在那鬼王之下。只是这些鬼物中，除了有1个是阴尸间鬼帅阴历外，其余的我都没有见过。照这么来说的话，我们想要硬闯恐怕并不容易，那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。可想要引开对方，恐怕他们也不会上当。现在目前唯有等待机会，等到机会一到便全力一击。机会恐怕不是轻易能等到的。我们这般等下去，要是一直没有机会，是不是就不行动了呢？机会是人创造的，所以我认为我们就算不主动与对方硬拼，但也得想办法制造混乱，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。我们现在时间不多了，要考虑到第1次如果失败，我们还有第2次、第3次。可一旦这样等下去，时间白白浪费掉，等到最后一击，万一突生意外没有成功，那时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时间可是不等人的，一旦错过就无法重来。你所言固然有理，但是有一点你不要忘记了，我们虽然可以制造混乱，但那样也等同于暴露自己的目的，会打草惊蛇。这些不说，就算我们分散了对方的注意力，将他们完全引开，那时候我们是否能进入化魂池，这一点谁敢夸口？而且化魂池号称鬼域3大绝地之一，其本身就凶险无比，有着化魂灭魄之力。试问，在没有了解他的情况之前，谁敢下去？谁敢取那凤凰符？此处既然可以化掉那凤凰符，自然也可以化掉凡人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第一步是要先靠近那化魂池，才能说到第2步。现在你说在这里等时机，完全是浪费时间。是吗？你认为查找化魂池的秘密不需要时间是吗？我们难道不可以先查出那化魂池的破解之法，然后再靠近吗？可如果按照你所说，先靠近化魂池，然后再想办法探索分析这化魂池所有的秘密，恐怕那时所有的鬼物全部聚齐了，我们也不一定能够想出办法。
谁还有意见可以提出来，如果没有就按照我说的话做，如果不愿听也没关系，可以自行离开，到时发生一切事情与我无关。碧天与杜丽身体虚弱，现在就开始运功调息，好尽快恢复修为。其他人仔细注视四周的动静，随便留意一下这里与别的地方有没有什么不同。此处靠近化魂池，气息或许与别处不同，要是能从旁推敲出一些事情，那对于我们分析化魂池将会有一定的帮助。傲雪，你修为已经到达不灭上层，这样努力就能进入归仙之境了。我知道。现在在想什么？一个人这么专注啊？这里的天空很暗，没有光明。这里的夜色阴森，没有星星。在这里有什么可以凝望的？虽然这里的夜色没有星星，但是你的一个眼神，一个微笑，就抵得过这满天星河。怎么样，没有什么动静吧？这一次来，除了看一下这里的变化之外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希望大家能够帮忙。此次鬼王大人巧施妙计，将那些人间界的高手引到了无魂间，使其与无魂间那些家伙相互厮杀。本来是想削弱无魂间的实力，可意外的是，这些人间界的高手竟然将那无魂鬼王杀死。这样一来，无魂间就变得群龙无首，现在陷入了一片混乱。对此，鬼王大人决定发动突袭，要赶在黑河间之前占领那无魂间。为了保证一举成功，所以鬼王大人特派我来邀请5位相助。此时此刻鬼王突然发动突袭，是不是太冲动？现在我们最主要的是等待这7天一过，到时候封魂符一回，就可以进入人间界了。他此刻将人手调走，一旦发生意外，恐怕就得不偿失了吧。哼，这一点尊者可以放心，大王并没有全部调离各位的意思，大王是希望5位中能抽出2、3位相助就行了。由于此次机会难得，一旦错过就会被黑河间抢占，那样对于大王想一统鬼域之事就会增加很多麻烦，故而此时大王才会如此急切，专程派我前来与大家商议。不知道5位意下如何？这样的话可以考虑一下，毕竟我们彼此合作，都希望鬼王大人能一统鬼域，那样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。为了表示对鬼王大人的尊敬，对彼此合作的诚意，我们决定派3位高手跟你前往，由我与鬼孙留守，这样也可以保证此地的安全。另外，你最好在离开后催一下黑河间的那2位高手，让他们马上赶过来，这样也把稳一些。哼哼，如今我在这里代大王先谢谢尊者和鬼尊了。至于那2位，我已经派人前去催了，相信很快就会赶来。此事尊者记得暂时保密，以免黑河间出现异动，那样就会影响我的行动。现在我就带3位高手先走一步，这里就有劳2位尊者了。什么人？出来！好奇怪呀，那股气息十分隐蔽，我们竟然察觉不到。看来这位神秘人物不简单呢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的计划都是万无一失的。他们只要敢来，就定让他们有来无回，葬身化魂池中。怎么了？大家看上去这么高兴，有什么好消息吗？哎，我们探听到一个好消息，此时那里只有2个高手守卫，是实力最弱的时候。我们只要发动攻击，就可以抢占那化魂池，到时候就可以想办法取回那封魂符。怎么样？这消息好吧？假如现在那里一个高手都没有，完全没人守卫，你能进入化魂池中吗？
咱们就是远远看上几眼，也看不出什么纠结。再说，就算已经抢占了化魂池，咱们也是什么都做不了啊。至于说时机嘛，不得不承认，这是个好时机，只是来的有些仓促了。现在处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你说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取舍？是放弃，还是一搏？此事事关重大，所以我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。毕竟我们来这里是为了人间和平，所以每一个机会我们都要好好把握。在随后的时间里，陆云与众人一起谈及此事，主要是围绕着放弃与拼搏争论。11人中，赞成迎难而上的有7人，而赞成放弃的只有陆云、张傲雪、苍月、风远扬4人。最终，这7票胜过4票，决定前往一拼。这一战关系我们各自的命运，也关系着人间安危，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小心。为了安全起见，等下发动进攻之时，2位天剑院的高手同时围攻那妖域妖物。傲雪、苍月，你们2人全力对付那鬼尊，其他人注意，一旦有意外，马上出手。云峰，你看能不能想办法破解那化魂池的奥秘？其他人则各自小心，同时思考如何破解化魂池的邪恶之气。我希望我们一次成功，不要有第2次、第3次，因为有些代价我们付不起。现在大家就出发吧。陆云，你看这2组打斗结果怎么样？我们一行人中3把神剑齐出，要是还胜不了对方，恐怕就麻烦了。不知这鬼尊究竟来自何处，修为如此之高。他身上有一股十分邪异的气息，透露出神秘而诡异的气势，使人心里不安。妖雪与苍月的修为，竟然联手都无法占据上风，当真可怕。此处十分古怪，任何探测一旦靠近水面，便会被反弹着半空中的黑色云彩之上。云峰，你施展阴阳秘术，看看能不能察觉到什么。我去帮他们一把，一起收拾掉这鬼尊。暂时不忙，你这时候去只会影响他们。等一下该上前时，我自会告诉你，尽管即便吧。大家不要自乱阵脚，张雪暂时不会有事，他身上有紫玉战甲，这黑色拳头伤不了他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这化魂池的秘密了。真的？你查出来了？可有破解之法？嘿嘿，那是自然。你们也不想一想，有我出马，还有查不到的事情？其实这化魂池最神秘的地方，就在这半空的黑色云彩之上。肉眼看上去，这东西与水面是分开的，可其实它们相互联系，紧密结合在一起。在这化魂池中，有一股神秘的力量，使得水面四周形成一道古怪的结界。任何探测波一靠近，就会被引到这半空的云彩之上，被其吞噬掉，从而什么都查不到。既然这样，那你是怎么查出的呢？这个自然不是那么容易查出来的。想要从这化魂池水面去查出点什么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唯一的办法就是从这化魂池四周的神秘花纹上去留心。就我查探的结果，这神秘的花纹是一个庞大无比、复杂之极的天河群星图。照说，这神秘的天河群星图应该不可能出现在这四周，因为这里根本就看不到星星。唯一的解释就是，这并非是鬼域之物，而是来自人间。可为什么人间之物会出现在这里呢？就我的看法，这化魂池当初可能不是这样，它以往或许气势浩大，十分邪恶，直接影响到了人间界，因此才被人间界的高手以这神秘的天河群星图将其封印，这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。你这也是一种猜测呀，也不一定准确。算了，咱们说正题，你究竟探测到什么？要怎么样才能进入这化魂池中呢？就我从天河群星图上所查得的消息分析，要进入这化魂池，必须要先破解这天河阵，不然化魂池表面的这层神秘结界是无法解开的。而至于如何解开这天河阵，我已经找出了方法，应该可以进入。所有人注意，
马上进入全副警戒状态，大家紧靠在一起，小心防御。此次有劳2位尊者了，能够将这些人全部引入这里，2位尊者可谓是功不可没。大王对此十分高兴，欢迎各位来到鬼域最神秘的化魂池。我在此代表鬼域的各方势力欢迎大家。为了表达我们的尊敬，我特意带来鬼域3间的高手来此招呼各位。哼哼，各位看样子很惊奇，没有关系，有什么尽管问，在你们死前我会慈悲地回答你们的问题。既然鬼帅如此大方，那我就请教几个问题。第一，你们是怎么知道我们派人潜入这里打听消息的？第二，究竟那封魂符是否在这化魂池中？第三，你们口中的2位尊者是什么身份？还有你身边的几位高手？这些其实很简单。先说第一点，你们自从离开武魂间后，我们就远远地跟在你们身后，所以知道你们的行踪。其实就算不跟踪你们，猜也猜得出你们的目的，所以我们才会事前故布巧局，吸引你们上当。本来是可以在外面收拾你们的，但是那样你们中间可能会有人逃脱，那就不好了。一旦你们进入这里后，我们只要发动这修罗林中的修罗绝天阵，到时候你们就是神仙也逃不掉。第二点，你们要找的封魂符的确是在这化魂池中，不过就是告诉你们也没有用，因为没有人能够进入其中。就算是进入池中，也没有人能够在那强大的化魂玄罡之下存活。所以你们来到这里，除了送死之外，没有一点用处。第三点，你问的这2位尊者，一位是百兽妖域中12妖尊之一的灵豹尊者，另一位则是来自于鬼域的幽灵岛，乃岛上的鬼尊。至于我身边这几位，全是鬼域最厉害的高手，修为都在鬼仙之上。此次由我们鬼域3间共同发兵，为的就是要将你们全部歼灭。哼哼，现在回答完了，你们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死前我都回答你们。此番身陷绝境，恐怕没有以往那么幸运。为了生命，咱们大家必须要全力面对，坚持下去。大家记住，全力防守。我想办法，看看能不能破解这修罗林中的阵法，以方便咱们逃脱。不管如何，大家记住，一定要坚持。记得尽力发挥阵势的优势，以减低阵源的消耗，那样可以有更大的生存机会。看样子各位是没有什么需要问的了。也好，我们就开始吧。希望这一回不会让我们失望了。尊者觉得这10人能坚持多久？要是我们这里的高手同时发动进攻，10招之内能否将他们全部歼灭？这些人的修为十分高强，在人间界算来都是难得的高手。其中那3把神剑的传人更是修为精深，特别是那男的，身上隐含着一股十分古怪的气息，让人心惊。以我们现在的实力，要收拾他们那是轻而易举。如果操之过急的话，我们就得付出惨重的代价。鬼尊言之有理，我们现在并不急于成事，慢慢消耗他们真元，等他们筋疲力尽时再收拾他们，就不费吹灰之力了。现在还是看一下这些人间高手都修炼了一些什么绝学，将来到了人间也好应付。哼哼，也好，就依2位尊者之意，我们就慢慢看好戏吧。混蛋！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我不相信！不！
吴尘，我问你，你现在有没有能力一个人逃离此地？我是指在最危险的时候，就你一个人，在没有任何顾忌的情况下，你能冲出去吗？师伯此话何意？现在这种情况之下，面对如此之多的高手，要想冲出去，恐怕是不怎么现实的事情。再说了，就算冲出这些鬼军的包围，能不能冲出这片诡异的修罗林还很难说呢。我是想问你，要是有办法收拾这些鬼军，你能不能冲出去？要是没有这些鬼军阻挡，吴尘自然是可以轻易冲出去。可，要怎么收拾这些数量众多的鬼军呢？师伯难不成有什么办法？办法自然是有。我们天剑院这么多年来行侠天下，收集了不少宝物，其中就有一样玄玉壶，可以收罗阴魂鬼魄。除此之外，陆云身上那乾坤袋也同样有这样的功效。这些都是我这时才想起的。此时那玄玉壶就在我身上，只要你有办法离开这里，我就可以拼命一试，发动玄玉壶，将这里大批鬼物收入其中。要是这样的话，你现在就发动，将这些鬼军收去，然后我们再想办法离开。这玄玉壶乃是我当年得自罗浮山百丈深渊之处，此物内含阴煞之气，一旦发动，就会连同我们一同卷入其中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没有用过，今天也是事情紧急，无奈中才想起的。此物由于以往都没有施展过，所以我不敢轻易尝试，怕一个不好将所有人的命都搭进去。现在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回陆云，让他施展乾坤袋，那样我们就有一线生机。否则除非无法避免，不然我是不愿意轻易施展那玄玉壶的。哦，这五行大阵已经发动，想突然闯出去，不但有影响大家，而且也会给敌人造就机会。现在我们只有暂时等待一下，看情况再说吧。希望那陆云能早点回来，那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趁机反击。现在是这样，这阵势十分古怪，想出去非常困难，因为这大阵正在运行，就算推算出破解的路线，但如果没有快捷的速度，一切还是枉然。目前我虽然破解了阵法，但是否大家能够幸运离开，谁也说不准。陆云，那乾坤袋的施展之法你会了吗？现在只要施展乾坤袋，就可以将这四周的鬼军收入其中，那样我们就可以暂时脱离困境，想办法闯出去。嘿，这东西看上去毫不起眼，想不到还真是有用啊！以后遇上那些鬼军，就全部把他们收了，让鬼域变成一个空壳，嘿嘿，那时候就好玩了。现在正是大好时机，我们先消灭这些鬼物，然后再想办法进入化魂池，取出封魂符。师父，风师兄，云峰，刘师伯，你们4人各对付一只邪煞，剩下的阴历、灵宝尊者、鬼尊，由苍月、傲雪还有无尘师兄与我来对付。傲雪与苍月联手对付那灵宝尊者，无尘师兄你对付阴历，剩下那只鬼尊交给我，而你们其他3人在一旁掠阵，提防意外发生。走。哼，幽灵鬼尊，这名字很威风嘛。你为何到此来？是幽灵岛的意思吗？这一点并不重要，就如同我不问你为什么来这里一样。现在你我之间只要分出胜负，胜者就可以留下。至于其他的事情，你不需要知道的太多。你既是不愿意回答，那咱们就换一个问题，问完之后咱们就一决生死，如何？好，你问吧，但我也要问你一个问题，算是彼此交换。一直听说鬼域有个神秘的幽灵间，就在幽灵岛上，不知这幽灵间有何神秘之处啊？这鬼域共有5间，最为神秘的是幽灵间，最为凶险的是生死间。
幽灵间之所以神秘，是因为它里边有传说中的幽灵魔界，那东西据说可以幻化无穷，变化什么像什么，几乎没有人能够分辨出。据说，不管是谁，只要进入幽灵间，便会失踪，找不出一丁点的痕迹。好了，现在该你了。问完之后，咱们就开始动手。为什么你的身上含着血煞之气，而且我能感觉到你身上有鬼域的气息，但你却分明是人，并非鬼物。另外，你身上好像还隐藏着某种十分邪恶而古怪的东西。你直觉不错，可惜没有完全看透。想知道的话，动手看看不就知道了。现在我就来亲自讨教一下鬼尊的绝学，小心了。看我如何收取你的魂魄，灭你的身体，九转无极，转身。看这个样子，最关键的还是决定在陆云、苍月与剑无尘他们几个人身上。这边云峰等4人暂时打平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。情况不怎么乐观啊，但就目前来看，我们绝不会输。现在云峰已经快要胜利，只要他一胜，其余3人有他相助，也要不了多久了。剩下的就看陆云的了。传魂！现在才想到反击，一切都太迟了。九转之下，神魔皆灭。现在，你准备与人世道别吧。8转神！该结束了，9转命！1转身！这不可能！我不信，这是我的独家秘诀，你怎么可能会？现在，我就让你试试这9转无极的滋味。至于是真是假，你且看清楚。大家加把劲儿，我们将这些鬼东西收拾，好完成任务。动手！8转神，9转命！这是为什么？我这一生自从修炼成功后，这是第2次施展9转无极。这个世上，包括3界9界，绝对不会有第2人会。你是怎么学会的？你告诉我，不然我死也不会瞑目。想知道？可以，但你得以破解这化魂池的秘密与我交换，不然我不可能告诉你。你时间不多了，想做个明白人，最好想清楚。我都快死了，还会有什么顾忌？关于这化魂池，乃鬼域最邪恶神秘的地方，一点不亚于生死剑。我就算告诉你怎么进入，你进去也只是送死。因为不管是人还是鬼，只要进去就必死无疑，绝不例外。不然的话，这也不叫化魂池了。这就是我的问题，你只需要说出怎么进入，我就回答你的问题。快说，不然你恐怕永远没有机会了。听了你心中一言，想让我失望，化魂池硬闯不行。只有等到归日当中时，这4周的神奇化魂才会消失1刻钟，那时候是唯一的机会。除此之外别无他法。现在该你回答我了。我向来信守承诺，既然你说了，那我也会告诉你。这9转无极，便是从你身上学来的。不管你是否相信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我并没有骗你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！我当年修炼这法诀，花了整整500年时间，
你怎么可能一遍就学会了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啊！我们陷入包围之中了。大家注意，这好像是鬼域中传说的锁魂咒，一旦陷入，就会迷失心神，精神错乱，魂魄被它锁住。呸！什么见不得人的鬼玩意儿，藏头露尾的，可恶啊！有种就光明正大的出来，少在这里装神弄鬼！你当我们是吓大的？快滚出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你一个人吼什么吼？这些本来就是见不得人的鬼东西，哪里需要装啊？我看你是神经短路了，不开窍。我是气不过，所以一时说错话了。嘿，原谅原谅。既然到了，那就出来一见吧。几位来自何处？可是出自阴尸间与黑河间吗？想不到你还真是会猜，一猜就中。我正想问你，你是如何判断我们的来历的？为什么不说我们来自无魂间呢？这一点并不难猜，因为无魂间的鬼王已经死在我的手中，所以不会是他们。而除了他们之外，这鬼域之中能够聚集如此强大实力的，只剩下了阴尸间与黑河间了。能够一次调动12只鬼仙随驾护航，除了2位鬼王，恐怕再也找不出什么别的人物了。只是有一点我不明白，听说鬼域3间每一处都有3位鬼邪，这次你们怎么冒出这么多？这也很简单，人间修真界有5派6院，假如这5派6院共有20位修为到达不灭境界的高手，那是不是说整个人间就只有20个高手呢？就是这么简单，明白吗？不知这几位是什么身份？鬼王是不是也为我们引荐一下？你很镇定，这实在是难得的很。不过怎么不问一问，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现？来这里又是为了什么呢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一切都是你事先与鬼帅阴里商定好的。至于你们来此的目的，你我心里都有数，就没必要浪费时间了吧？哈哈哈，还真是不简单呐。既然你都如此坦然，本王也就不再隐瞒什么了。大家都显露出本来面目，好好会一会这些人间修真界的高手吧。大家准备好了吗？记住一点，等会儿离开时一定要紧跟我。这阵法十分古怪，不是可以轻易穿越的。而且，我最担心的是，这林外还有一个十分可怕的敌人，正在那等着我们。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就等你下令了。这一次，不管敌人如何强大，相信我们都能够战胜他们，顺利地闯出这片树林。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是，一定能够。他们的进攻力虽然强大，可惜这一次想在这鬼舞化魂阵下逃脱，却是绝无可能的。此次能将这些可恶的人间高手一举消灭，多亏了幻美的牵线，我们才能联手。等那封魂符一毁，我们就可以进入人间。希望那个时候还能继续合作。黑河鬼王，你认为呢？这一点我自然不会忘记。等进入了人间不联手，恐怕是无法应对那些修真道人的进攻的。至于眼前最重要的，还是先消灭掉他们。这些人中有人间3大神剑的传人在，要收拾他们，恐怕有些不易。哎呀，这一点黑河鬼王你就多虑了。以我们的实力，他们是绝对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的。
这样不行，大家停下！现在马上幻化为元神之体，附在傲雪的紫影神剑之上，随我闯出此阵。这阵势十分古怪，运转速度之快，不是咱们能赶上的。除了元神之体穿越，根本没有其他办法。你们如果不远，大可以自己跟着；如果跟不上，别怪我。阴尸鬼王，这里你先应付，我带手下去拦截那些逃走的人间高手。我们走。我们现在已经出来了，必须要马上离开这里。哎，对了，请教风师兄，这何为鬼日当中？在人界，每当正午时分，这太阳会划过头顶，不知在这鬼域中是不是也是一样？你是想判断那鬼尊的话是对是错，是吗？打个比喻吧，这鬼域的鬼日当中，就有点像人间的15月圆，每月出现一次。与人间不同的是，月圆在夜晚，而鬼日当中是在中午。这么说来，要是鬼日当中出现的时间过晚，咱们不就没有希望了吗？云峰，记得你开始曾经说过，你已经查出怎么破解这化魂池的秘密结界了。现在你就告诉大家吧。就我所知，只要破解那神秘的天河群星阵，应该就可以进入化魂池。而那天河阵其实就是银河群星的分布图，虽然十分复杂，但只要对天象有研究之人，应该就能够推算出它的破解之法。只要给我3天时间，我想应该可以推算出解法，那时候就能够进入化魂池了。只是根据那阴历所说，这化魂池凶险之极，就算破解掉它外面的神奇结界，我们也不一定能抵御那化魂玄罡啊。先不管那么多了，咱们必须找个地方先隐蔽起来，也好让云峰推算那破解之法。另外，这3天时间，咱们也得休息一下。走。大王，此时那阴尸鬼王正被无间鬼煞缠住，对于我们来说，这是一个好机会啊！现在我们趁此良机前往无魂间，自然可以坐收渔人之利，轻易占领那里。到时候我们整顿了无魂间的兵力，就不需要顾及阴尸间了。此话正合我意，这些人间界的高手暂时留下，当阴尸鬼王去对付，那样既可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又可以消耗他们的实力，对我们有百利而无一害。此次黑河剑被煞去阎罗盘踞，使我们不得不暂时离开。现在就依你之言，先收复无魂剑，再做打算。走。你一个人已经在这里站了很久了，想什么事情呢？我在想些事情。这次来到鬼域，一路上凶险无比，数次历劫，给了我很深的感触。这鬼域虽然不大，但高手众多。天津院的冷家豪已经死了，将来又有多少人能活着回去呢？其实这一点大家心里都明白，只是没有说出来罢了。但事实是不能改变的，要收获，就必须要付出代价。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云峰推算的怎么样了？已经2天了，明天应该差不多了吧？放心，云峰说他已经推算出了大半，相信明天就可以推算出来了。另外，我听风师兄说，这一次的鬼日当中，正好就是我们最后一天的期限。就算云峰推算有误，我们也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了。如果这次能够活着回到人间，相信以后再没有人愿意进入鬼域了。还是人间好啊，风景优美，山川秀丽，朝看日出，暮观落霞。有一天当咱们携手人间同游天地时，你说那该有多么美好？真的会有那么一天吗？那个时候我或许会忘记很多，但是我不会忘记在鬼域里有一段甜蜜的记忆，那一段誓言我已经铭刻心间。
这一生一世都不会忘记。傲雪，不管这一生如何，你的名字将永远刻在我的心中，哪怕山无棱，江水为竭，天地合，此心不灭，身足我灭神，先当我斩仙。终此一生，此情不灭，三缄七戒，两心相依。既然咱们已经掌握了进入化魂池的方法，那么最为关键的是如何靠近化魂池，并将其守住，这样咱们才能有时间下去。云峰，你探测一下，这附近可有鬼物吗？陆云，这一次要是进去之后发现敌人势力太强，我们是硬闯还是退回再等待时机？我们现在实力虽然不弱，但如果化魂池边高手太多，即使强行到了那儿，恐怕也会损失惨重的。就目前来说，我们还有时间，所以这次如果敌人太过强势，完全没有机会靠近的话，便立刻放弃，等待下一次机会。可是要是有一线希望，我们就得奋力一搏。我们现在最担忧的敌人，除了2位鬼王与3位鬼帅外，不死雪莉、无间鬼煞与煞雪阎罗也是极为可怕的角色。至于那些鬼仙，以我们现在的实力，应付起来倒不是特别困难。如果我刚才提的8位高手有4位以上在场，我们就几乎没有希望。